2024年战事有利于俄军，乌克兰启动堡垒城市计划，全面转入防御。北约援助跟不上乌军的节奏，俄军在阿布哈兹建立海军基地，俄军的 T90M 坦克被乌军 M2 打爆。乌克兰陆军希望获得 A10 攻击机。2024年的战局对乌克兰来说，真有传言中那么危险吗？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了2024年，距离俄军在乌克兰境内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已经过去了690多天，但战争依然没有结束，俄军迟迟无法完成为乌克兰去军事化的目的，而乌克兰也并没有在去年夏季以来的反攻中取得理想成绩。转眼之间，凛冬已至，俄乌两军都不约而同在冬季减少了活动强度，不再展开大规模的主力对抗，而是暂时转入了防御相持的局面。对于2024年的前线局势，俄罗斯国内充满了乐观情绪。许多专家发声，称新的一年里，俄罗斯更占优势，俄罗斯必定会赢。俄罗斯观点报也在近日刊发了俄知名记者叶夫根尼·克鲁季科夫一篇标题为2024年乌军将依靠堡垒城市的文章，对2024年的俄乌战局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克鲁季科夫在文章开篇就表示，乌克兰已经没有能力集结新的装甲部队，发动新一轮反攻，北约国家的武器供应也已经停止了。很多中小国家在2023年已经耗尽了武器库存，无法再支援乌克兰，而不少北约军火公司和政治家都对继续援助乌克兰持怀疑态度。乌克兰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糟糕环境中。接着，文章又表示，乌克兰高层打算学习二战后期德国的城市堡垒计划，在前线北顿涅茨克运河、格奥尔基耶夫卡、库拉霍沃地区、哈尔科夫以及靠近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带构建防线，然后和当年的二战德国一样，宣传要战斗到最后一人，抵抗俄军的攻势。因为乌克兰方面认为，俄军一旦拿下阿夫杰耶夫卡，就会对乌东的其他城市发动猛攻，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提前修建工事，筑好防线。对于乌军构筑防线的行为，文章认为这种行为是徒劳的。乌克兰想要守住这些堡垒，就必须往堡垒里不停地送人，用人海战术抵挡俄军的进攻。乌克兰将丢掉所有的预备队，因为他们最需要又最紧缺的正是人力资源。所以，乌克兰正不遗余力地组织征兵活动，而俄罗斯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制造一个大锅，把乌军包围在这些堡垒里，困死他们。同时，还可以利用乌军大部分兵力被部署东部堡垒的机会，派出一支兵马，沿着大草原穿过防守空虚的草原地带，再次杀到基辅城下，然后占领这个没什么防御力量的城市。文章还提及了乌克兰用北约援助的导弹频繁袭击俄军，以及乌军多次袭击俄罗斯境内的活动，认为这些都是干扰而已，更多的是出于宣传效果。文章还在最后指出，俄军今年的目标不仅是要包围这些乌克兰堡垒，还要在今年彻底摧毁乌克兰的抵抗能力。听完克鲁季科夫的这篇文章，是不是有一种乌军要完，乌军全面龟缩，俄军又要杀到基辅的节奏了？当然，以上内容都是火力军转述他人观点，并不是火力军的看法。火力军在看到这篇文章时发现了很多问题，这里火力军为大家分析一下所谓的乌军堡垒计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乌克兰的确有在前线构筑防线的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曾在11月30日表示，必须抓紧时间在前线构建防线，然后转入防御状态。而这条防线的覆盖范围不仅包括了阿夫迪夫卡、马林卡、莱曼、库皮扬斯克这些与俄军交火的前沿地带，还包括了整个哈尔科夫州、整个苏梅州、整个切尔尼戈夫州、整个基辅州和赫尔松州、整个罗夫诺州和沃伦州，几乎是要把与俄军相接的所有据点以及俄罗斯、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地区都打造成坚固的堡垒。乌军的确也在此后于上述地区加强了防御工事，布置了大量龙牙路障、地雷，并挖掘了战壕。此外，乌克兰的确也存在兵力不足的问题。泽连斯基12月初曾向外界透露了军方打算再征召50万人参军的计划，不过这个计划被他否决了。乌克兰军方和议会也多次释放了希望改革兵役制度的意图，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乌军需要更多人力的事实。
但是，不论是乌军在前线构建防线转入防御，还是在军方打算征召更多兵员，都不意味着乌军会在整个2024年完全转入防守状态，更不意味着乌军会像文章中说的那样使用人海战术。乌军之所以要转入防御状态，一来是因为眼下已经步入冬季，低温环境并不利于大规模的兵力调动，对重武器的使用也有一定的限制。乌军在冬季转入防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去年冬季，乌军也和如今一样采取了守势，直到夏季才转变成进攻姿态。二来，乌军此前的夏秋攻势并没有取得理想战果，未能突破俄军在东部地区的防线，而俄军也在秋冬季节不断通过进攻向外界证明他们依然有足够的人力和资源，维持一定的主动权。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乌克兰的军事资源与俄罗斯相差太大，乌军在兵力火力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很难撼动俄军防线，因此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转入防御是很正常的举动。在转入防御后，乌军完全可以凭借防线的作用，极大地抵消俄军的兵力优势，在守住前线的同时，消耗俄军的有生力量。乌军此前也有在巴赫穆特、马里乌波尔等地通过坚固攻势防守，消灭俄军有生力量的先例。而且在转入防御阶段的时间里，乌克兰还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训练士兵、补充物资。更何况，冬季的严寒同样会对俄军的活动带来限制，俄军想要拿下乌军坚守的防线，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在人力资源方面，乌克兰的家底的确远不如俄罗斯厚实，毕竟乌克兰战前的人口只有4200多万，而俄罗斯则有1.45亿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中旬的电视讲话，可以得知俄军在乌东前线的兵力高达61万人，与乌克兰陆军60多万人的总兵力相当。通常情况下，想要组织一场有力的进攻，进攻方往往需要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乌克兰陆军眼下的兵力想要组织进攻，难度确实是太大了。但如果将这些兵力用来组织防守，是完全够用的，因为俄军也缺乏足够的人力发动更有力的进攻。也正因为如此，俄军从去年以来的进攻活动大多是局部性的，其目标也往往是巴赫穆特、马林卡这些战略价值不大的据点。要想让他们按照文章作者克鲁契科夫的设想，全面包围乌军的防线，然后再分兵进攻基辅，俄军显然是办不到的。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俄乌交火的这2年里，乌克兰是没有展开全面动员的。但如果战争的烈度持续时间继续增长，乌克兰虽然比俄罗斯更缺乏人力，但在动员数十万人的能力还是有的。在人力并不充裕的情况下，乌军并没有，也不大可能像克鲁季科夫说的那样使用人海战术。如果乌克兰真的在前线缩成一团，完全退到防御工事里，靠人力硬扛，那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被俄军消耗殆尽。毕竟在人力物力都不如俄罗斯的情况下，乌克兰不可能拼得过俄罗斯，因此来自北约的军事援助对乌克兰维持战场态势非常重要。火力军推测，乌军转入防御或许也有接收更多北约军援、积蓄实力的打算。而实际战况也是如此。就俄乌战场的整体来看，乌军已经全面进入防御状态，包括第聂伯河左岸。根据最新消息，罗伯季涅以南的乌军已经主动回撤，将部分阵地留给了俄罗斯部队，以集中力量加强罗伯季涅的防御。这里说乌军主动后撤没有粉饰的意思。罗伯季涅以南虽然属于灰色地带，但由于俄军的进攻主要集中在罗伯季涅西面，这里实际上没有任何危险，撤退完全是战术的需要。当然，俄军的进攻也是有的，但是前线的战局变化不大，只有大量的俄军人员死亡和装备损失。有消息说，在斯特伯维的战斗中，俄军的 T90M 坦克被乌军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打爆。就实战情况来看， T90M 几乎和 M2 是贴脸距离下先开的火，然后打空了，再然后 T90M 就没有机会了。失控的 T90 还被无人机补刀。同时，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表示，制裁可能影响了俄军导弹的质量，导致他们准确度大不如前。他还指出，乌克兰的电子战能力不断增强，已经足以击落俄军导弹。1月13日，战争研究所表示，乌克兰使用主动电子对抗措施摧毁了20枚俄军导弹，这可能是乌克兰电子战能力的一个转折。的确，利用电子战系统摧毁导弹，比用防空系统击落导弹成本要低得多，而且通过电子战能力的增强，防御有效性也将大大增强，甚至可以摧毁所有来袭精确制导导弹，这将开启防空作战的新时代。
有意思的是，黑海舰队也有新消息了，俄军将在阿布哈兹建立海军基地。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路透社等多家媒体1月12日报道称，俄罗斯可能在2024年启用位于格鲁吉亚的一处土地作为永久性的海军基地，而海军基地的选址很可能是位于阿布哈兹的奥恰姆奇拉小镇。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境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位于该国西北部。1992年，阿布哈兹爆发了持续1年的战争，当地势力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击败并赶走了格鲁吉亚政府军，自此脱离了第比利斯方面的控制，并与俄罗斯保持了密切关系。此次启用海军基地一事，俄罗斯显然是和阿布哈兹当局谈的，而不是和格鲁吉亚政府接触此事。阿布哈兹当局早在去年10月就已经批准了俄罗斯海军使用奥恰姆奇拉基地的请求。如果俄军要派军舰进入新基地，那么前往此地的舰艇一定来自黑海舰队。毕竟对于黑海舰队来说，以往经常驻扎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已经在乌克兰的袭击下变得越来越危险。乌克兰已经使用无人机、无人艇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对塞瓦斯托波尔军港展开过多次袭击，击伤摧毁了包括1艘基洛级潜艇、2艘导弹护卫舰和多艘小艇、登陆舰在内的大量舰船，让俄军深感不安。而且随着乌克兰获得的远程武器越来越先进，黑海舰队未来受到的威胁只会更大。尽快为舰队选一条退路已经成为了黑海舰队必须考虑的事情。奥恰姆奇拉基地与塞瓦斯托波尔基地相距大约670公里，与乌克兰控制的黑海沿岸城市的距离相距900公里左右。黑海舰队如果躲在这里，的确可以避开乌克兰的远程打击。乌军现有的远程武器还无法在如此远的距离展开袭击。不过，黑海舰队一旦离开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对黑海的影响力也必然会大幅度缩水。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年以来，俄军的攻势已经大不如前，雄心勃勃的冬季攻势感觉就要烂尾了。就比如阿夫迪夫卡，俄军集中6万人攻击3个月，损失超过 2.5 万人，1000辆装甲车车辆之后，俄军仍然无法合围29平方公里的阿夫迪夫卡。俄军在战场信息化、武器装备、战术思路综合之下，俄军处于劣势，用人数优势是无法弥补这个缺陷的。而且在1月12日，乌克兰陆军司令亚历山大·希尔斯基上将表示，俄军继续在多条战线上推进，并且有资源这样做，但总体而言，俄军的冬季攻势正在失败。俄罗斯进攻3个月仍未能占领阿夫迪夫卡，在库皮扬斯克方向未能前进，在赫尔松方向未能将乌军推回右岸。俄军的冬季攻势似乎显现出明显的停滞疲劳迹象，至少暂时失去动力。当然，有政治任务在3月前，俄军还要继续不计成本的刷战绩，目前应该在积蓄力量。只是就火力军来说的话，俄军已经很难再继续发动大规模进攻了，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俄乌战争第690天，俄军伤亡总数突破37万。1月1日，乌克兰发布数据，俄军损失突破36万，达到36万零10人。1月14日，乌克兰发布数据，俄军损失突破37万，达到37万人。不到2个星期，俄军又损失1万人，这个损失已超过俄罗斯任何一场对外战争的损失。由于伤亡惨重，俄军又发生了炮灰短缺，不得不打起了外国人的生意。据塔斯社1月12日报道，俄图拉州议员已向俄罗斯国家杜马提交了一项法案草案，允许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在俄军服役。武器也是如此。泽连斯基在近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以目前俄罗斯在前线的炮弹消耗量，俄罗斯的生产根本跟不上了，已经从朝鲜上百万枚炮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停，不能给俄军喘息之机。只是朝鲜送来的炮弹质量有问题，特别是弹壳中装药量与申报完全不符，有的只装了一半，甚至有的炮弹刚发射就坠地爆炸，没把炮兵炸死也给吓死。至于援助方面，乌克兰确实遭遇了一些挫折，比如泽连斯基未能在12月访问美国的行程中推动美国国会尽快批准价值614亿美元的对乌军援，又比如乌克兰此前向美国多次请求援助的 MQ9 无人机、F-18 战机等等，都还没有得到肯定回复。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炮弹数量也难以满足乌军的战争需求。这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北约放弃援乌，乌克兰已沦为弃子的观点。但纵观2年来的俄乌战局，不难发现，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与乌克兰的战略节奏息息相关。
在战争爆发初期，俄军凭借装甲力量和空降兵长驱直入的时候，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标枪、毒刺等大量的单兵反坦克、单兵防空导弹，有效阻止了俄军试图凭借直升机、装甲车和坦克快速推进的步伐。等到俄军收缩兵力，在乌东的伊久姆、北顿涅茨克等地与乌军展开炮战时，北约国家又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凯撒自行火炮、海马斯火箭炮在内的精确远程打击武器，削弱了俄军的进攻能力。2022年冬季以后，为了让乌克兰抵御俄军导弹和无人机对城市设施的空袭，北约又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猎豹式防空车等大批防空武器。等到去年夏季，乌克兰筹备反攻之时，北约又送上了豹2主战坦克、布拉德利步兵战车、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等进攻性更强的武器。由此可见，北约国家对乌克兰提供军援的力度，总体上是随着乌克兰的需求在层层加码。所谓北约已经放弃乌克兰，不愿再对其进行援助的说法，并不符合实情。近期乌克兰陆续得到新交付的 F-16战机，就是北约仍然坚持援乌的有力证明。北约国家此前已经在乌克兰身上花费了大量资金，仅美国一家在2022年12月之前就已经承诺和履行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援助。如此高昂的沉没成本足以促使北约国家坚持以往的投资，更何况与援助乌克兰相比，增加自身军费对抗俄罗斯成本只会更加高昂。这点北约也很清楚，所以最近又开始新一波援乌。1月12日，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并向乌克兰提供25亿英镑，大约3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无人机、防空装备、反坦克武器、远程导弹、炮弹以及对乌克兰士兵的训练。1月12日，泽连斯基与苏纳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越来越有信心，而且欧盟还将于2月1日讨论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长期援助。就目前各国的态度来看，大概率是没问题的。1月13日，法国新任外长特凡塞茹抵达乌克兰基辅，相信法国应该很快也要援助。至于波兰总理图斯克也将很快访问乌克兰，援助也不会少。此外，乌克兰陆军希望获得 A-10 攻击机。1月12日，据路透社消息称，乌克兰陆军司令希尔斯基上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希望获得更多优秀的军用飞机来支持未来的战斗。他列举了 AH-64 阿帕奇和 AH-1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及 UH-60 黑鹰直升机，认为他们可以在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还提到了 A-10 攻击机，认为这种攻击机具备强大的对地火力，可以用其携带的多种武器摧毁敌人，帮助乌军地面部队推进。事实上，早在2022年底，乌克兰就希望北约援助战机的时候，外界就猜测乌克兰有意获取 A-10，毕竟乌克兰目前非常缺乏有效的空中打击平台，乌军手中的苏24和苏25数量太少，火力也无法满足地面部队的需求。获得性能更强的攻击机，然后用空中打击的方式削弱俄军的防线，对乌克兰的地面反攻有很重要的作用。乌军之所以在2023年未能打破俄军防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火力兵力不如俄军。虽说海马斯射程远、准度高，但数量不多。北约其他高性能火炮也是如此，但有了 A-10，一切都不一样。A-10 的作战半径可达460公里，足以覆盖当前的整个战场。它配备了一门备弹1174发的复仇者机炮，可以有效攻击地面人员和车辆。它的11个武器挂点则可以搭载 7.2 吨重的弹药，能够携带并发射包括 JDAM 制导炸弹、无制导炸弹、AGM-114 地狱火空地导弹等多种美军的对地打击武器。它还可以加装火箭弹，有效打击装甲目标。不仅如此， A-10 的价格也相对便宜，美军本身就有大量存货，维护成本也很低。即便 A-10 存在飞行速度慢、缺乏空中自卫能力的弱点，乌克兰也可以在未来出 F-16为其保驾护航。如果乌克兰真能得到大量的 A-10，乌军未来发动地面攻势的火力必然也会得到极大提升。总的来说，在新的一年里，乌克兰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乌克兰军队需要转入防御，抵御俄军可能发起的攻势，并积蓄实力。但乌军不可能永远保持防御，要想彻底结束这场战争，乌军迟早要再次走出防线和堡垒，发动新一轮进攻。而来自北约国家的援助也不可能会就此断绝。俄罗斯想在2024年包围乌军的防线，彻底击败乌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乌军将依靠堡垒城市。这篇文章的作者克鲁季科夫曾在1991年至1993年担任过南奥塞梯总理助理兼国民警卫队司令，后来又在波黑战争期间担任过波黑塞族武装的军事顾问，参加过苏联解体后多个前苏东国家的战争，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和军方关系匪浅。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俄罗斯的宣传工作，当然也代表了俄罗斯国内一部分人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2024年俄乌战争会如何发展？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